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采味。不管多难保存的大蒜，只要撒一把它，放半年都不干瘪不发芽。俗话说，吃面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；吃肉不吃蒜，营养减一半。正因为做什么都可以放大蒜，所以我们在买大蒜的时候呢，一般都会多买一些囤起来慢慢吃。然而大蒜要是保存不当，就很容易发芽、干瘪、腐坏。特别是秋冬季节的大蒜，刚买回来就看见芽眼了。所以我特地的去访问了有经验的老板。老板说家庭保存，以下这几种方法呢最实用。具体的方法，下面我们可以跟着视频分享的来看一看。方法一，水果保存法。首先选择一个避光的深色袋子，然后我们把将要保存的大蒜放进去。我们再准备一个成熟的苹果，如果没有苹果的，也可以用香蕉或者猕猴桃都可以。把它放在大蒜的中间位置。之所以要放这几种水果，是因为像这些水果，它们会散发出自然的乙烯气体，把它和大蒜放到一起，就可以保存大蒜，使大蒜不发芽不干瘪。这个方法根据的原理就是让水果散发出来的乙烯，然后就可以防止大蒜发芽。同时它还可以避免生虫子或者是坏掉。我们去购买大蒜时，不管是超市还是菜市场，都会看到大蒜堆叠而放，但是却没有看到什么保护措施，可大蒜依然新鲜不发芽。就是因为大蒜本身呢也会挥发出乙烯气体。超市的大蒜量多，并且呢都是堆放在一起的，所以保鲜的时间更长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买回来就会看到大蒜发芽的原因了。苹果放进去之后呢，我们需要将袋子里面的空气呢小心的挤出来，尽量挤得干净一些，尽量造成一个真空的环境。为了让它更好的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，之后再将它放到阴凉干燥的地方储存起来呢就可以啦。这样的好处就在于避免了空气和温度这些能让细菌滋生的条件。深色塑料袋做了避光处理，这样双重保护，就可以延长大蒜的保鲜时间啦。方法二，大米保存法。家里大米多，大蒜量不是很多的情况下呢，我们可以把要保存的大蒜呢全部放进大米中，用大米将其完全的覆盖起来。这样大蒜呢它就没有那么容易发芽了。因为大米里边的内部环境呢是非常的干燥的，大米的表面呢有许多的孔洞，可以吸附潮气，我们都称它为天然的干燥剂。大蒜放进去之后呢，大蒜接触不到外部的空气，没有水分它就发不了芽。大米呢是我们家家户户常年在吃的，大家都知道，由于各种原因，一不小心大米就会生虫子，而大蒜里面有大蒜素，可以抑制大米生的各种虫子，从而达到保护大米的作用。所以将它俩呢放在一起，可以说是各司其职，也可以说是一箭双雕。方法三，食盐加小苏打。准备1-2张纸巾，我们往里边呢加入1-2勺的食盐，再加入多一些的小苏打，然后我们把纸巾折叠起来，再用胶带固定住，避免洒开，这样就行。接下来准备一个纸箱，在箱底铺上一层厨房纸巾，或者是旧衣服都行，跟着再把要保存的大蒜放进来。这样做是为了给大蒜创造一个干燥的环境，用纸巾吸收空气里面的水分，防止大蒜发芽。大蒜放进来后，记得把我们包裹好的食盐、小苏打呢也放进来。一层完成以后呢，覆盖一张纸巾，再放一层，
循环操作，直到放满纸箱。很多朋友很好奇这样做有什么作用，是因为食盐可以起到吸收水分的作用，同时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。而我们的小苏打不仅有清洁的能力，而且呢还有保鲜的作用，加上纸箱的避光和防潮作用，层层保护，避免大蒜吸收到多余的水分。大蒜想要发芽，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温度和湿度，吸收不到水分，达不到发芽的标准，大蒜肯定就不会发芽了。之后我们再将纸箱密封保存，放在干燥的地方，小半年都不用担心大蒜腐坏，您不妨试试。方法4：香烟保存法。这种方法适合家中有个爱抽烟的人。准备一个袋子，将大蒜放进去，跟着呢准备2根香烟，因为香烟里面呢有很多的烟丝，它的吸水效果很好，与大蒜放在一起就可以避免大蒜发芽了。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呢？其实这样做的原理非常简单，干燥的烟草呢可以吸收空气中的水分，起到干燥剂的作用。那些不敢在家藏烟，怕被老婆发现的人，不如试试这个方法。美其名曰是为了保存大蒜，但实际心里呢一直打着小算盘。当家里没烟时，从中拿出1根，还可以解决燃眉之急，是不是特别实用呢？将香烟和大蒜放进塑料袋中，然后再密封起来呢即可。隔1个星期之后呢，将原来的香烟取出，继续换2支新的进去。用这个方法保存大蒜，即使放2个月都不会发芽变质。之所以一段时间需要更换，是因为烟草吸收水分之后呢，就容易发霉，因此我们需要更换新的进去，这样大蒜呢就可以长久的保存，不变质不发芽了。如果你还有其他更多保存大蒜的小窍门，欢迎大家来评论区留言分享啊。最后和大家强调一点，大蒜想要保存的久且好，选对大蒜呢是关键。大蒜和玉米一样，有很多层外皮，这些外皮呢可以锁住大蒜的水分，让大蒜保持新鲜。无论是新蒜还是干蒜，一定要挑选外皮完整的。很多人觉得外皮增加了重量，就会把外皮剥掉，可别为了省这点钱，导致大蒜变干瘪，受潮发芽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另外在购买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顺手捏一捏，因为大蒜的水分充足，捏起来比较硬。如果失了水分，大蒜呢就会变软，而失去了很多水分后呢，就会特别软，还很干瘪，甚至是腐烂，这样的买回来都不能吃。在保存大蒜的过程中，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大蒜发芽，还会出现干瘪腐烂。所以想要保存大蒜1年，就要学会避免这些问题，更要在保存方法上下功夫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每天呢都会更新不同的有趣的视频，记得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